据俄罗斯媒体卫星通讯社1月13号的消息称，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在今年的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年度会议上表示，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的项目后，美国将改变对造船的看法，将适时地重新审视美海军的舰船建造过程，并向舰船引进新技术。除了新技术之外，美国海军还公布了完善后的无人系统研制计划，即10到15年后，美国海军中的无人舰艇在所占的总数比例中将高达25%。在2022年至2026年这4年中，美国将拨款43亿美元用于建造12艘大型水面无人舰艇、1艘中型水面无人舰艇以及8艘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毫无疑问，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迫使美国人做出了改变。美国海军即将开始报兵计划，但要知道的是，如果美国海军的发展真如计划的那般，那么在2022年时，美海军的军费预算将达到惊人的2000亿美元，并且在未来的30年的计划中，每年都会增加。显然，美国为了保住世界第一的位置，已经开始变得疯狂了起来。分析认为，美海军的计划之所以会如此疯狂，无非就是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各种舰船像下饺子一样建造，航母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据统计，目前中国海军现役舰船总吨位仅次于美国，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上力量，所以美海军必须在质量和数量上完全压制中国，这样才能摆脱中国，并保持一个领先全球的地位，对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进行压制。而且美国人的计划看似很疯狂，但对于未来趋势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他们有明确的目标，并且一直在不断前进。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发展无人舰船，继续保持技术领先甚至压倒性的优势，从而维持现有的军事霸权体制。通过大规模的生产和无人舰船，显然比仅仅生产大型有人舰船更加的划算。不过，对于美海军的这一长期计划，俄罗斯海军顾问谢尔古非但不认同，甚至还嗤之以鼻。他认为中国在造船工业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才是中国海军得到长足发展的原因。而截至目前，整个美国就只剩下英格尔斯造船厂具备维护设计和建造核动力航母的能力。如果美国海军未来专注无人舰艇，放弃大型航母的话，那么下一个黑海造船厂就一定会诞生，届时美国海军航母的规模必将难以维持。每年的1月11号曾被誉为中国军迷节，按照惯例，在这一天军工业总会亮相一款大杀器。这次我们并没有等来轰20，但却还是大惊喜出现。最近中国一款新型无人机成功首飞，这款无人机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将怎样开创无人机作战新模式？在1月11号，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第3研究院海鹰航空主导研制的 WJ700 高空高速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成功首飞。据悉 WJ700 采用了多项先进技术，包括航程、航时、载重等关键指标全都处于同吨位量级无人机的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不过报道并没有公开这些关键指标的具体数据，可能又是因为过于先进不便公开。但是也有报道提到，这款无人机的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远比翼龙和彩虹系列更高更快，能够滞空20小时。此外还应用了隐身技术，专门打击地方雷达设施等关键目标。该无人机集高速、长航时、高空和大载重等多个优势，具备防区外打击、反辐射、反舰等空对面精确打击和大范围侦察监视作战能力。即使在高威胁战场环境下，也能进行多样化作战模块。不过报道提到了一句话很关键， WJ700 是目前国际少有、国内唯一的一款高空高速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将开创无人机作战使用的新模式。它将展开怎样的无人机作战新模式，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此前在2018年珠海航展上的 WJ700 模型曾经露面，当时介绍的是采用轮式自主起降，
能够装备多种任务设备和机载设备，能对地空展开侦察、预警、监视、远程反舰、反辐射、电子侦察和干扰等任务，可以说是战场上的多面手。不过需要提到的是，最近美国军事网站 Wizards Martin 报道称，中国正开发具备更好隐身性、更快速度、更高、更远航程的新型无人机，而美国或许已经缓过神意识到了。在2021年国防授权法中，美国防部已经承认中国是崛起全球军事和经济强国，太平洋震慑计划正成为太平洋防御计划。对于解放军开发的各型无人机，美国暂时没有更好的针对手段，美国或许很难防范。对此，就有美国网友表示，虽然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正在赶超美国无人机，但也有可能中国无人机技术已经悄悄超过了美国。最近几年，中国科技大爆发，很多以前大家一起吹的牛，只有中国当真，并努力实现了。近日，中国闷声做大事，再次获得世界级成就，马斯克吹的牛又要被中国抢先实现了。据新华社报道称，在13日，我国自主研发设计、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悬浮工程化样车下线启用。据悉，该样车采用全碳纤维轻量化车体、低阻力头型、大载重高温超导磁浮技术等新工艺和技术，设计时速为620千米，有望成为大气环境下跑得最快的陆地交通。这个速度究竟什么概念呢？目前民航喷气式客机的飞行速度在860至950千米小时左右，最快有1000千米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大气环境下跑出的速度，未来结合地真空管道技术，时速达到1000米以上，轻而易举。这已经比民航机速度要快。值得注意的是，很早前马斯克曾经提出真空管道运输，并被外界称这是创世纪的天才想法。真空管道运输系统的叫法是美国人在专利中最早使用的名称。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兰德咨询公司和麻省理工曾经设想，预计在21世纪实现真空管道运输系统。设想轮廓是从纽约到洛杉矶修一条长3950千米的地下隧道，悬浮系统安装在隧道内，时速可达22500千米每小时。那么纽约到洛杉矶只要30多分钟时间。其实，真空管道设想是德国工程师1922年就提出来的，但没有美国人会炒作。马斯克的天才想法其实也是借用了前人设想，但是在2018年，马斯克超级环超高速交通系统确实在洛杉矶揭幕。据悉，超级环在几乎真空管道中行驶，速度可以超过神速。不过，这条测试隧道最高时速可达155英里，真空管道无阻力情况下才跑出250千米时速，而我们在大气环境下就能跑出620千米时速，真的没有可比性。虽然说马斯克吹的牛又要被中国实现了，但中国研究比马斯克要早很多年。中国是要把轨道交通这条路走绝，包括中高低速、超高速、货运、并轨、高寒、轮式、真空磁轨等路线全都要走，这也是重返陆权的新象征。